比特币还会继续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回调已经接近了30%。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过往这轮牛市，自从15500上涨以来，回调大概都在20%左右就结束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20%左右，这里也是20%，这里也是20%。我们过去每一次的回调大约都在20%左右。不过我们这一次的回调呢，从最高点一直测量到目前的最低点，就已经非常接近30%了。那这就不禁令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要迎来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回调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们也仅仅只有2次这种周线的回调，像我们这种小的回调呢，都算是日线的。不过我们在上一轮牛市，从最低点3000一直到最高6万多左右，其实我们只有2次周线的回调，一次就是312，那一次就是519，只有这2次。那我们到这轮牛市，很有可能我们这种大级别的周线级别的回调，它的次数呢也会寥寥可数，很有可能就是1次、2次、3次左右而已。那我们现在呢，很有可能就遇到了。那当然当我们在还没有跌破6万之前呢，抄底有可能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跌破了6万以后呢，其实抄底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先缓一缓了。因为6万如果被跌破的话，那么之后它要在寻找底部的过程呢，它绝对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我们在上方已经震荡了100多天，那这里被下破了之后，我们绝对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再重新回去。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当我们在拉斐波那契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在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就是我们从74000回调到可能7万、6万9的时候，我们或许会从这个位置开始拉斐波那契。那这样一拉，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最低已经回调到了 0.5， 那目前看起来连 0.5 都撑不住，要往618去进行了。不过如果我们斐波那契这么画，那我们其实默认它是一个日线的回调，也就是我们这里是原本的趋势，那我们现在在走的是回调。不过目前看起来呢，似乎已经不是这个状况了。我们现在的回调呢，很有可能级别已经扩大到它是周线，它是针对我们自从15500以来的上涨的回调，也就是我们现在走的回调，其实是我们这一段上涨之后的回调。那至少，如果说真的是这种状况的话，那至少我们都会到382去测试，也就是大概在51000左右的位置。那如果不幸的话，很有可能会回调到 0.5。那当然了，这种周线通常一开始第一波趋势的时候，它的回调的深度不会到太深，但也是有到 0.5 的可能的。所以我相信最后的回调点位呢，很有可能是在51000，或者是在44000、45000这个地方。当然呢，最低、最夸张就是38000，最夸张就是38000。如果38000被跌破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牛市的整个结构就会变得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所以我认为38000这个地方它就是极限了。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目前的这波下跌呢，它到现在都是走阴跌，其实阴跌才是可怕的。真正能跌得深、跌得久、跌得远的下跌呢，其实都是透过阴跌的方式。因为如果说是快速的下跌，它很快就收回去了，或者说快速的下跌呢，这个筹码它交换就非常非常迅速，然后一下就爆出很大的量。但我们这次的下跌呢，其实从它的量能跟 K 线来判断呢，它肯定还没有结束，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量能，它还是比较当然现在有量能慢慢变大的状况，但是它的 K 线还是蛮平均的，而且它的量能呢也还算是温和。那通常我们为什么会说现在还不急着去抄底？第一个是6万被跌破，我们上方有这么大的区间，这么多的筹码，它在下面它需要重新的一段时间去累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通常我们要形成底部它有蛮多种方式的不过如果说我们是要经历一段震荡的区间，然后我们再重新向上的话它通常都会有一波下跌到某一个时段，它就会出现急跌，急跌完之后快速拉回，然后这个时候多头会爆出很大的量的。那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状况，目前多头呢反击都是非常非常的弱势。那为什么说大家不用急着抄底？因为通常这个针尖的位置呢，它都在后期会在
测试，经历了很多次测试过后，测试这里为坚实的底部之后，那我们就会重新向上。所以即使你没有在一开始的这个机会入场到，其实后面呢都还会有非常多相同点位的机会的。那目前看来，这波下跌它肯定还没有结束，而且我们在6日的时候，我们有一波上涨，其实它就重新测试了6万左右哦，当然它最高到5万8，那6万这个位置它测试回不去，也就是未来6万都会变成比特币非常难以越过的门槛。那当然了，这个地方一旦被越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代表我们下一波多头呢，它又要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6万呢，它已经从原本支撑的角色变为很坚实的阻力了，那这就可以代表呢，我们6万这个位置其实完完全全的失守。那我们在好几天前大概4、5天前、5、6天前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谈到，当时6万确认被跌破的几率其实就非常非常大了。那我们下一个位置大概就在5万1左右，我们下一个目标价大概就在5万1左右。如果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100的体验金。那 OK 币安是买现货非常非常好的交易所，因为他们都很大了。那 OK 最高是可以减免到20%的手续费，币安最高是可以减免到40%的手续费，这两个都非常非常优惠。你在其他地方我相信很少有开到那么高的。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太坊的行情。以太坊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其实比特币3万左右的支撑大概跟以太坊2000左右的地位呢是很雷同的。那我们都清楚7月8号就是我们今天美国时间7月8号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最快就会在今天上市。批准跟上市是两回事，批准它只是确认会通过，确认会上市，但是上市是真的有资金流入，而且资金真的会对以太坊的价格造成很剧烈的波动。那我们今天很有可能就是以太坊上市的日期。那即使不是今天，我们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就看到以太坊现货 ETF 的上市。那最快就是今天晚上。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太坊它接下来会有什么很剧烈的波动，或者说有什么重要的价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大概在2800、2900的这个位置。那不知道大家对这里的印象怎么样呢？我自己对这里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里是当时以太坊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它暴跌完之后反弹的位置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远古的阻力、远古的支撑到现在呢，其实依然是有效的。那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519结束过后的震荡，然后拉涨，那回撤就是回撤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它的效果呢已经被测试了很多次，这里绝对会是非常强劲的支撑。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缩小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这里失守的话，那我们下一个位置呢大概是在2400左右。那我们都知道以太坊现货 ETF 上市之后呢，灰度的以太坊会被抛售，那灰度总共持有300万颗的以太坊，所以这点大家必须小心一下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最近以太坊由于 ETF 的消息面呢，它还算是强势，因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从最简单的汇率，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它目前的汇率就是贴着趋势线在走，它并没有明显变得很弱的情况，没有了。而且以太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前面的双顶是没有被跌破的是没有被跌破，但是比特币把前低给跌破了，前低破了，所以以太坊它其实在目前的盘面上，它并不算是很弱的标的。那我相信以太坊它等到第一波的 ETF 抛售完之后呢，接下来的流入量绝对会让以太坊有一波拉涨的。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消息面的话，可以来看我的直播包括以太坊的 ETF 啦，还有比特币，比如说德国的抛售，还有门头沟的赎回的抛售的影响会延续多久，会让比特币跌到哪里，很欢迎大家可以来看我的直播。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